你也光脚？我喜欢光脚。他在家里好随意的，哇，你家东西是真的多，乱七八糟。他自己修的这样乱七八糟的。哎，这个是打那个的，打什么啊？打筋啊，对身体好的活血嘛。你就这么轻轻拍两下有什么用？很舒服。不轻，你自己感受一下，这个很重，是不是？要我这个程度才行。两个老人，老年人。我以前小时候看公园里那些大爷啊、大妈呀，他们那个老大爷就会这样打肾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打肾。我以前搞不懂，后来我发现，就是有必要的呀。挑胆经呢？没有，要这样。这有啥好处啊？让胳膊往后甩一下嘛。开肩。哎，好舒服啊，有点撑筋。一边走一边，很快乐。真的吗？有用的，你走2圈，身体就热起来了。姐，你平时在家会这种吗？他们就说我将来一定会去撞树的。还有一种就对着树，打树就撞树啊？没有就对着树。撞树是正面撞吗？干嘛？吸取能量，吸取能量。吸取日月之精华，把脖子露出来，觉得要死。然后就太太就那对着一棵树，就一直这样。赐予我力量吧！让我拔垂杨柳。你刚刚摸我们家门柱那个太好笑。哎，你爸会赞成你当演员或者进入娱乐行业吗？因为我妈其实不想，我妈就想让我做主持人，她觉得是稳定的职业，固定的露脸，然后没有那么复杂。她就做演员，演艺圈可复杂了，她特别不想让我去做这一行。我妈其实也不是很愿意的原因是觉得不稳定，她只关心2件事：第一，交社保；对，第二，演艺圈她也不知道我混得好不好，她就问我能不能上春晚，能不能上春晚。啊，我妈也是。没有上春晚，永远就是不红。也不要跟我说那套，你什么电视剧播了有多少人看？我也不知道这目标什么时候能实现。对，我不指望了。为什么？我演小品吗？管唱歌吗？不管，干嘛都去。说不定还是有机会的。为了我们的爸妈，我们要去春晚。春晚上我要唱小甜歌，为了谁？调台。我们这儿有一位上过春晚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冕。妈妈们有记得王冕上过春晚吗？没注意啊。好几年我的春晚都不太看了。其实不重要，这个事。跟你讲完，今天跟你聊完天，我有点想爸爸妈妈了，聊太多他们了，可能。我以前有段时间特别，也不能叫事业低谷吧，就是很迷茫，然后心情也不好的时候，我就会问一下我嫂子，我说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回来待几天。她以为我出大事儿了，但她只能说你回来，随时都回来，这就是你的家。其实我回去我啥也没干，每天躺到12点吃我嫂子做的饭，遛遛狗，然后帮忙带一下小孩，然后带着他们去外面吃饭，就这样过了1个星期，我就走了。结果嫂子一直不敢问我到底发生什么。我回来之后，其实我没有，我就说我治愈了，我又可以重新干活了。就家人是治愈的，他们不知道这点，他们什么都不用做，我只需要看着他们挺好的。我前一阵不是前一阵吧，应该是1、2年前吧，也有段时间就是特别低落。突然，你为什么去年会突然流泪？那段时间反正就是繁花也没播，然后前途也未卜，然后自己状态也很糟糕。但我跟你聊天，我觉得你状态很好。然后有的时候回爸爸妈妈家吃饭，其实有的时候像我们这种没有家庭的人回家不知道说什么，你说事业他们也不。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。我有的时候就想尽一切办法，也会说啊最近怎么样，我情感上怎么样啊，工作上怎么样啊，有人讲讲爸爸妈妈也会高兴一点，然后就会有的时候提出一些小要求。什么小要求？这也是我跟爸爸妈妈的相处之道。就比如说我要管着我爸爸，
然后有的时候撒娇说要买个什么东西啊，他反而觉得被需要，觉得我女儿还挺正常的，应该自己没啥事儿。啊，这是你的小战术。其实也没有多贵，他反而高兴，对不对？爸真的很爱你。对。对于我们这代人的父母来说，被需要其实很重要。对，就他必须得有事儿干。对。我爸只给我写过一封信，大概是我爸爸会抱怨我妈妈一些事情，然后我用一种调和的关系去给我爸写过一封信。我说爸爸，其实妈妈为这个家奉献很多，然后怎么的，就是类似那样的话，好像就是那封信，我爸再也没有给我回过。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一点，就是一个男人啊，他没有一个输出口去跟任何人讲他内心真实的感受。当他有点觉得女儿长大了可以理解的时候，他把这份信任给了我。其实他不需要我给任何指导意见，他只是需要你聆听和或者某个程度上赞同和理解他。但我没有，我开始说教了。你从16岁的时候就开始说教了？因为我在选边啊。其实我以为这是一个维和的方式，缓解的方式，但是其实在他的立场是我唯一一次这么向女儿求助，但是却被女儿不理解。所以他再也没给我写过信。我多年之后，我挺遗憾这件事情。后来只有一次，我去迪拜玩，然后我带全家人去玩，他就一个人落在我们家很后面，背着个包在走。我就说：“哎，爸爸你怎么了？”那是我们唯一一次这么多年之后交心。他说：“我不配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你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爸爸没有挣过什么大钱，给你们好的待遇，让你们到处去旅行。但是我在向往我女儿的福，但是我没有给我女儿做过什么，我觉得我不配。”他说我这辈子够了，他说我不需要再有任何看世界的权利。其实我爸是一个很喜欢看世界，对世界充满好奇，充满未知的那种很有趣的男孩。然后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安慰他，我很难受，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。为什么没有资格呢？所以我一直在说，父母就是有资格享受子女赐予你们，或者说为你们所做的一切的物质也好，爱也好，你们一定要接受，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。当你说不配的时候，我很难过的。你生了这么好、这么优秀的女儿，应该为她高兴啊。对，所以我真的买什么贵的东西给你们，你们就一边骂一边开心的享用就好了，对，我们才会开心。但你知道我爸说完这句话没多久，就是其实他是胃癌晚期，后来隔几个月已经很严重了，然后5个月就走了。所以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永远过不去。就他觉得刚好说我这辈子够了的时候，就真的没有时间了。我就觉得父母如果对子女说这样的话，对我们来说是很难过的事情。不是你们在享我们的福，真的你们就是在你们那个年代里应有的经济条件下，给了我们那么多的爱。他们很忙，可是他们给了你自由，他没有干涉你人生的任何决定，这就是最好的父母。我是传统家庭长大的小孩，其实我一切奋斗的意义、目标，最终都是希望我和家人过得很好。可是爸爸走了，他没有办法感受过得很好这件事儿。家庭的其他成员各自顽强地生活着，可是不管你怎么努力的生活，这个家庭的圆圈总是缺了一个角，怎么会不遗憾呢？而且这是无法修复的遗憾。